使命召唤：现代战争三部曲曾给当时的玩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最开始颠覆射击游戏界的划时代作品，让它奠定了神坛的基座，再到实至名归登上射击游戏神坛，成为无数玩家独一无二的回忆。最后以普莱斯手刃马卡洛夫的结局，为曾经那个时代的神作画上了句号。但过往那些与自己一同作战的战友，却让我们始终无法忘怀。于是，在19年动视重启了三部曲，让玩家们在时隔多年以后，能够再次与昔日的战友并肩作战。那么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讲述这部现代战争的重启之作《使命召唤16：现代战争》。本作的世界观与前作不同，一切的起源要从99年讲起。当时熊国的巴可夫将军以清剿极端分子的名义，率领大批熊军入侵了高加索地区的一个虚构国家乌兹斯坦。面对熊国的空中打击和地面部队的无差别扫射，当地手无寸铁的居民只能四散逃离。此时尚且年幼的法拉因为战火的波及被掩埋在了废墟之下。法拉的母亲不幸丧生，在搜救人员的努力下，法拉被成功救出。父亲也从人群中走出来，紧紧地抱住了女儿法拉。但此时熊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轰炸，父亲赶紧抱上法拉，向着家中赶去。因为此时的家中还有法拉的哥哥哈迪尔。一路上都是当地居民绝望的叫喊，有人惊慌失措的逃窜，有人依旧不顾生命危险在拯救那些遇难的同胞。熊国军队甚至还对平民使用了毒气。法拉与父亲只能屏住呼吸，在最后一刻逃回了家中。好在哥哥哈迪尔并无大碍，父亲立马带上兄妹二人，准备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但这时一名熊国士兵闯进了他们家中，父亲为了保护孩子，豁出性命与士兵扭打在了一起。但一个普通人根本无法与训练有素的士兵抗衡，父亲就那样死在了士兵的真理之下。失去了父亲的保护，法拉只能凭借小巧的身躯在家中躲避士兵的追杀。他勇敢地拿起剪刀，一次又一次的偷袭士兵，但他渺小的身体根本无法对士兵的生命造成威胁。很快法拉就被抓住，千钧一发的时候，哥哥哈迪尔冲了上来，用小刀刺中了士兵。法拉趁士兵转身的机会，抢过了他身上的真理。随着扳机的扣动，这名士兵终于倒下了。之后兄妹二人开始向着小镇外面逃离，一路上都是被毒气笼罩的残垣断壁，就连村口的狗都被他们视为了极端分子。为了尽快离开这里，他们决定偷取熊军的货车。在兄妹二人的合作下，法拉先是拿到了一把左轮，面对真理，两个熊国士兵根本无法做出任何反应，便永久失去了抵抗能力。就在兄妹二人爬上货车的时候，罪魁祸首巴可夫将军突然出现，抓住了他们，并将兄妹二人送进了极端监狱。就这样过去了10年，在这10年时间，法拉与哈迪尔逃出了监狱，并成为了当地反抗军的首领。但好景不长，他们又一次被抓进了监狱。由于熊国并不知道谁是反抗军首领，于是巴可夫将军再次出手，对法拉进行了各种手段的酷刑，想要逼问出谁才是真正的领袖。而这时反抗军也对监狱发动了进攻。法拉趁着监狱骚乱的机会，不仅自己逃了出来，还释放了被关押在这里的手下。一行人立即拿上武器，向着关押哥哥哈迪尔的仓库赶去。可就在前往仓库的途中，法拉被一队熊国士兵偷袭。危难关头，英国特种空勤团的士兵从天而降，成功替法拉解围。而带头的士兵正是还挺年轻的普莱斯上尉。在普莱斯的帮助下，法拉救出了哥哥哈迪尔，并且监狱的同胞也全部得到了释放。从这一刻开始，乌兹斯坦与熊国展开了长达20年的抗熊战争。时间也就此来到了2019年。漂亮国 CIA 得到情报，那就是熊国的巴可夫将军准备派遣佣兵将毒气运送到乌兹斯坦。于是作为世界警察的漂亮国派遣了一支海军陆战队小队，协同亚历克斯在内的 CIA 特工前去截获运往乌兹斯坦的毒气。因为怕将事态演变成国际冲突，所以他们不能向熊国军队开火，只能攻击雇佣兵。很快亚历克斯与海军陆战队来到了藏有毒气的基地外围。在他们确认没有熊军以后，亚历克斯向总部呼叫了空袭。随着战斗机掠过的轰鸣声，裹挟着高温和死亡的白磷弹向着疑似没有熊军的基地倾泻而下。见效果还不错，他们立即开始了清剿行动。路上心地善良的亚历克斯还帮助没有死透的佣兵结束了痛苦，但这里却仍然还有大量的佣兵，他们很快遭到了激烈的抵抗。为了阻止佣兵将毒气先一步带走，小队凭借训练有素的战斗技巧一路向着内部杀去。但由于仓库内的昏暗，他们在将敌人击杀后，却发现死者竟然是几名熊国特种部队。可现在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带上毒气迅速离开这里。就在撤离途中，他们遭到了不明势力的偷袭，海军陆战队死伤惨重，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负伤的亚历克斯只能眼看着敌方来到了自己的面前。不明势力本来是打算偷袭熊军的，但没料到打错人了。于是他们趁着还没人报警，赶紧带着毒气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亚历克斯因此捡回了一命。不久后，因为这次事件，熊国和漂亮国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再加上下落不明的毒气，亚历克斯的上司凯特只能寻求一位故人帮助。这位故人便是现在还隶属于英国特种空勤团的普莱斯上尉。另一边，长得像内马尔的警察凯尔正与自己的警员们在伦敦追踪一辆疑似极端分子的白色面包车。就在凯尔与其他队友准备进行拦截的时候，面包车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意识到这是一场极端袭击，凯尔和警员们立刻与街上的极端分子展开了交火。由于街道上的骚乱，凯尔根本分不清是敌是友。紧接着他接到了前往一处大楼的命令，可就在前往大楼的途中，凯尔险些被偷袭。所幸的是，普莱斯率领着 SAS 赶到了这里。在这位传奇人物的协助下，他们以损失1名人质的代价拯救了其他无辜的市民。主要是这名人质身上的炸弹实在太多了。事情过后，警员凯尔因为没能救下那名人质，对总部毫无准备的决策非常不满，甚至对普莱斯说出了他早已调查出了这群极端分子的线索。见到还有这种好事，普莱斯立即表示你现在跟我混了。第二天，一个名为阿库塔拉的极端组织宣布对这次事件负责，他们的总部正是在乌兹斯坦，同时也在世界各地展开极端活动。由于熊国和乌兹斯坦持续了长达20年的战争，再加上毒气出自巴可夫将军之手，于是为了寻找失踪的毒气，特工亚历克斯前往了乌兹斯
斯坦，并在普莱斯的介绍下见到了此时已经成为自由革命军首领的法拉与哈迪尔兄妹。在法拉得知了亚历克斯的来意后，他表示自己与那群极端分子并不是一伙的，如果亚历克斯愿意帮助他们扭转现在与熊国交战的劣势，他就愿意帮忙寻找失踪的毒气。无奈之下，亚历克斯只好答应。在法拉带领下，他见识到了被熊国压迫的乌兹斯坦，就连他们的狗都能欺负本地人。为了削弱熊国的制空权，亚历克斯和法拉炸毁了2架熊军直升机，成功吸引了大批熊军的注意。期间他们差点被发现，好在凭借过硬的身体素质，二人还是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撤离。由于吸引了熊军大部队的注意力，他们在当晚立即操控数十架遥控无人机，对熊军的武器库和机场展开了猛烈攻势。随着革命军高喊一声乌拉，亚历克斯与他们悍不畏死地向着前方冲去。在高歌猛进的攻势下，对方根本不堪一击。当熊军大部队回防的时候，亚历克斯呼叫了来自漂亮国的空中支援，在武装直升机的狂轰滥炸下，回防的坦克与装甲车全部沦为废铁，他们因此彻底瘫痪了熊国的制空权。另一边，在警员凯尔提供的线索下，普莱斯带领数支 SAS 小队来到了伦敦北部，移动可能藏有极端分子的居所。他们一路从房屋后院正面潜入，在屋内，凯尔和队友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小心谨慎，不能惊动屋内的极端分子。凭借着丰富的前行技巧，他们悄无声息地击毙了大量埋伏在这里的敌人，但也不乏有小队成员受伤。所幸的是，他们在极端分子手里救出了一名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队友温柔地将婴儿放回了摇篮，准备事后再寻求他的亲人。小队继续向着楼上探索，很快便来到了3楼。凯尔凭借一发精准的弹夹击毙了最后一名极端分子。果不其然，这名极端分子当时正准备按下起爆器，一旦让他得逞，后果不堪设想。普莱斯也通过价值不菲的笔记本查出了极端分子首领饿狼的位置。回到乌兹斯坦，根据普莱斯提供的消息，漂亮国派出了由格里格斯中士带队的海军陆战队，协助特工亚历克斯前去附近的医院对极端分子首领饿狼实施抓捕。只要抓到饿狼，漂亮国就能问出毒气的下落。于是海军陆战队即刻出发，在战斗机的空中打击以及装甲车的不断推进下，极端分子根本不堪一击。海军陆战队很快便杀进了医院内部，通过蛇形摄影机发现了屋内正在直播求打赏的饿狼。还没等饿狼反应过来，小队便冲进了房间内，成功逮捕了极端分子首领，并将之转移到了当地的漂亮国大使馆。可好景不长，极端分子的2把手屠夫带领着无数极端分子对饿狼展开了极端救援。更加令人疑惑的是，饿狼表示毒气并不是自己抢的，这只是个误会。与此同时，极端分子冲开了围栏，甚至击落了普莱斯所在的直升机。在屠夫的带领下，极端分子纷纷涌入大使馆，并毫不留情开枪扫射平民。为了逼迫里面的普莱斯一行人打开内部大门，屠夫甚至杀害了一对父子。一旦大门打开，里面的平民将无一生还。普莱斯深知这个道理，于是赶紧带着一行人押送饿狼向着公馆转移。在抵达公馆后，他们迅速架设防线，并利用照明弹提供视野，阻击敌人向这里推进。好在依靠己方无人机的炮火支援，他们顶住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可当他们准备带上饿狼离开的时候，一部分极端分子已经趁乱攻破外墙，成功将饿狼救走。在革命军和漂亮国的地毯式搜索下，饿狼和屠夫只能从必经的死亡公路撤退。法拉算准了这一点，于是亚历克斯再次与他们一同行动。亚历克斯甚至获得了一把哈迪尔亲自为他组装的狙击步枪，可以看出这把枪的威力巨大，打在身上至少也得鼓起个大包。很快，极端分子的先行部队被他们悉数歼灭，但熊国一方却再也坐不住了。他们的大批部队出现，对双方势力开始了无差别攻击。面对势如破竹的熊军，法拉的哥哥哈迪尔竟然使用了他的秘密武器，正是之前失踪的那批毒气。还没等亚历克斯反应过来，毒气瞬间蔓延到了整片战场，不仅除掉了大批熊军，还顺带除掉了自己人。亚历克斯和法拉虽然没有因此丧命，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哈迪尔正是抢走毒气的罪魁祸首，可能是小时候的遭遇，让哈迪尔选择了不择手段也要赢得这场战争。当亚历克斯和法拉再次醒来，哈迪尔已经不见了踪影。因为这起事件，哈迪尔连同革命军都被认定成了极端分子。为了表明立场将功补过，法拉决定一同参与追回毒气的行动。而根据情报，哈迪尔已经和极端分子达成了合作，于是他们立即展开行动。在夜色的掩护下，再次由普莱斯带队，小队乘坐直升机来到了极端分子的落脚点，并通过暗道进入了一处地下洞穴。在洞穴中，他们与敌军展开了激烈交火。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们找到了准备同归于尽的首领饿狼。幸好亚历克斯反应快，成功在饿狼没有引爆炸弹之前将之击毙。但可惜的是，哈迪尔和屠夫早已不知去向。由于漂亮国担心哈迪尔的行为会导致他们与熊国之间的战争，所以漂亮国只能含泪将革命军也定性成了极端组织，并且不再提供帮助。由于普莱斯与法拉和哈迪尔兄妹早有交情，他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亚历克斯也对此感到非常气愤，决定脱离漂亮国特工身份，加入革命军为自由而战。之后，在普莱斯的软磨硬泡下 ，CIA 高层凯特说出了一则情报，那就是屠夫与哈迪尔准备在熊国首都使用毒气，一旦让他们得逞，很可能会因为之前漂亮国和英国的支持，导致熊国对他们开战。于是普莱斯带上凯尔，也就是那个像内马尔的警员，一同来到了熊国首都。普莱斯的老友尼古莱也前来接应。在尼古莱提供的武器和情报下，他们很快找到了正在开极端会议的屠夫。见屠夫想要逃走，凯尔立马不管不顾地冲了上去。屠夫一路上都在射杀无辜的平民，试图引发骚乱拖延他们。就在屠夫逃到街上的时候，尼古莱开车强行截停了他，他们也成功将之抓获。面对普莱斯的审讯，屠夫全身上下只有嘴是硬的，所以他们只能邀请了屠夫的老婆孩子，试图用爱来感化眼前这位穷凶极恶的歹徒。再次见到失散好几天的妻儿，屠夫终于被感化，毫不犹豫地说出了剩余毒气的位置。而哈迪尔却不在那里，而是去刺杀熊国将军巴可夫了。得到了想要的情报，心地善良的凯尔给了这个心狠手辣的屠夫最后的体面。当熊国警察赶到的时候，尼古莱已经将毒气找回，并放在了屠夫的身边。一场两国之间的大战暂时得到了缓解。而此时的普莱斯与凯尔
尔正在前往巴可夫将军别墅的路上，凭借丰富的战斗技巧，他们顺利的杀进了别墅内部，成功找到了在这里的哈迪尔。哈迪尔见状，立即告诉普莱斯，他已经知道了巴可夫将军制造毒气的工厂位置。此时，大批的雄军开始对着别墅狂轰滥炸，普莱斯只能再次与哈迪尔合作，先一步逃离别墅再说。期间，普莱斯险些被雄军士兵击杀，好在哈迪尔及时出手帮助普莱斯解围。就在他们撤离的时候，漂亮国的凯特却出现了，要求带走哈迪尔并交由雄国处置。无奈之下，普莱斯只能选择接受。由于漂亮国和英国无法直接出手围剿巴可夫将军的毒气工厂，于是普莱斯再次回到乌兹斯坦与法拉碰面。如今的亚历克斯也早已融入了革命军。在普莱斯的劝说下，法拉意识到革命军虽然不能跨境行动，但只要冒充极端民兵，漂亮国和英国就能暗中协助围剿毒气工厂，他也能趁此机会手刃那个摧毁他家园的罪魁祸首巴可夫。于是众人立即开始行动。随着漂亮国战斗机投下导弹坠落地面，这场围剿行动拉开了帷幕。一群由三方势力组成的极端分子向着毒气工厂不断推进，无论敌方直升机如何负隅顽抗，终究还是无法逃过精准打击。他们一路杀进了工厂内部，并准备利用尼古莱提供的炸药彻底摧毁工厂，但引爆器却在交战的时候遭到破坏。于是亚历克斯为了坚守自己的信念，决定牺牲自己前去手动引爆炸药。另一边，普莱斯和凯尔也已经在外面安装好了炸药，而巴可夫将军则乘上了直升机想要逃走。但他不知道的是，法拉趁着亚历克斯为自己争取的时间，已经来到了巴可夫的直升机上。就像是再次回到小时候一样，法拉再次拿起了匕首，一刀刺向了害得他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看着倒地不起的巴可夫还在为自己的行为狡辩，法拉毫不犹豫地清空了手里的弹夹。此时工厂内的亚历克斯对法拉做出了最后的道别。随着一连串的爆炸，亚历克斯献出了生命，巴可夫为此付出了代价，而直升机上的驾驶员也早已被尼古莱取代。这场事件也彻底得到了平息。在巴可夫死后，雄国与他划清了界限，但极端分子扎卡耶夫的儿子小扎卡却趁着雄国将军巴可夫的死上位，或许是看到了哈迪尔抢夺毒气的英勇，小扎卡成为了他的狂热粉丝，并谋划将哈迪尔救出去。为了打击雄国极端分子，普莱斯准备成立一支由世界上最精锐士兵组成的特遣队。他在漂亮国谢菲尔德将军提供的资料上找出了自己想要的人，分别是那个像内马尔的凯尔，普莱斯一般叫他老兵盖兹，下一个则是特种空勤团成员约翰麦克塔维什，有条件的观众都尊称他一声肥皂。最后也是最神秘的一位，当属西蒙莱利。这个人还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幽灵，而普莱斯也说出了这支特遣队的名字。我是修片狂魔，咱们重启的现代战争2再见。